盒子之外，跳出盒子看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 MBTI 16型人格中的 INFP 类型。如果你是 INFP， 那么你的精力主要受内在想法的推动，能够专注内心世界而忽视外界的纷扰。你们对感官感知的事物不感兴趣，追求灵感，渴望机会和可能性，对当下的本身兴趣不大，活在未来。你重视感情，通常是基于个人的情感价值观来做决定。同时你是感知型的，喜欢探索和保持开放性，在能不做决定时便不做决定，除非不得不这样做。你们愿意接受和容忍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具有开放性和很强的好奇心。你们的4个维度的独特组合赋予你们超强的情绪体验。你们的 N 型直觉让你们在观察世界时更加重视概念和抽象信息，对现实无感之后的信息更为敏感。同时你们又倾向于用情感型的方式来解读这些信息，有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加上你们感知型的偏好，你们不会拒绝主观色彩解读后产生的突然的情绪，也不会给这个情绪做一个归属或者解释使其结束，而是会接受这种不确定的情绪，并且慢慢的感受。INFP 常常会出现一种突然的自我这种感觉，在静静的体验情绪中时，自己仿佛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向内指向的倾向，内心世界而非外部世界是你们能量流动的舞台。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 INFP 类型的情绪体验极其深刻。然而相比于正向情绪诸如快乐和满足，人类对于负面情绪的体验诸如痛苦和沮丧会天然的更加深刻和持久。这大概是来自于人类在狩猎时期形成的警惕危险和痛苦的基因。所以 INFP 在经历和接受情绪的时候，痛苦和怀疑往往占据主导的地位。相应的， INFP 会更加自然地追问生命意义这样的哲思命题。由于开放性的态度，对于这些哲学命题， INFP 从来不会认为他们已经找到答案了，这和 NFJ 类型很不一样。 INFP 会乐此不疲地一直追问下去，有一个趣谈。如果其他类型学习哲学是觉得有意思， INFP 学习哲学是为了活下去。 INFP 的另一个特点是完美主义。虽然完美主义是很多类型共有的特点，但是 INFP 的完美主义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 INFP 的内心往往有一个理想的世界，这是他们从抽象的情感体验中反复构建的结果。这个理想的世界成为他们衡量现实世界的标杆。INFP 的完美主义往往体现在对于精神层次或者人品道德方面无瑕疵的追求，这种追求中往往伴随着对现实世界的失望。 INFP 常常把情感寄托转向大自然，有相当一部分的 INFP 会被瑜伽或者素食主义吸引，同时这种追求又是浪漫的。情感意象丰富的 INFP 又常常给予这种理想世界一种想象力丰富的美学表达，这让他们的完美主义充满了玄妙奇幻又飘渺不定的色彩。庄子的逍遥游就是这种情感倾向的极致体现。庄子对于人的完美追求，其实在逍遥游的中段部分已经点题。INFP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想象力丰富。INFP 是16型人格中内心世界最丰富的类型。INFP 可以什么事都不干，连续幻想好几个小时，沉溺其中并获得满足。INFP 沉溺幻想的表现和 INTP 沉溺思考很相似。INFP 喜欢文学，尤其是悲剧文学。在文学形式上， INFP 偏好诗歌、戏剧、小说这种情感丰富而更具开放性的载体，而对传记和纪实文学兴趣一般。我们也已经将4种内向直觉，也就是 IN 类型介绍一遍了。这4种类型在自己追求的方面都有至死方休的执拗。INTJ 追求终极方法论， INTP 追求终极秩序， INFJ 追求终极关怀，
而 INFP 追求的就是终极道德。与其他类型相同， INFP 特点的反面就是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INFP 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于情绪的开放性处理，使得 INFP 几乎是被迫的反复咀嚼源源不断的情绪，情过则伤。 INFP 往往以微微抑郁的方式对身体予以保护，而 INFP 对抑郁也抱着体验的态度，从而陷入长期慢性抑郁的状况。 INFP 的完美主义情节导致他们常常对自己过分严苛，甚至达到缺乏信任的程度。 INFP 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很美好，这种苛刻的评价体系导致 INFP 比较容易产生自卑的情绪。同时，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 INFP 对羞耻性的情感体会也较深，容易受到来自他人评价的影响。然而 INFP 对于这种情绪非常坦诚，这也往往成为 INFP 可爱的一面。But on the sense that the teen idol, I mean, now you walk down the street and people scream your name, and want to see you, and they want your autograph. Well, being recognizable is part of the territory. You know, it just comes with it. If you, when you start out, and you're an actor and you start doing things and stuff, you're not doing it because you want to be anonymous, right? No, I understand that, but it's just something you have to deal with. You know, whether it's pleasant at times or unpleasant at times,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comes along with it. You gotta. But it's good for It's part of your job, right? 另外 INFP 的生活非常随意灵活，又容易沉溺在自我情感中。在多数管理者为 SJ 类型的中国， INFP 在职场上的处境可能会比较艰难。从经验和传统来看，职业发展确实是 INFP 面临的最大障碍。一个既能满足 INFP 的情感意义，又能发挥他们飘忽的创造力，还能避免日常重复工作的岗位，在分工细化的今天确实难以寻觅。然而 INFP 丰富的表达在网络环境开放的今天具有了快速传播的可能性，互联网也提供了成立小型组织的可能性，让 INFP 可以量身定制自己的职业路径。 INFP 只要能真正的欣赏自己的优势，总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盒子之外的节目，欢迎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节目更新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